一定走伊，看你安怎行。这一趟来也是组织一个人不要来，就一个人比较不要来啊，是吧？就组织一个人不要来。好想起啊，不然的话说，一个人扛下来哈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行香子的频道。今天带大家参访的这座是位于三义的佛寺——佛顶山朝圣寺，创立于民国91年，是属于新兴的佛教圣地，位于苗栗县三义乡双潭村附近。听说这里有非常壮观的大佛与神像，还有少见的露天坛城，就跟着我们脚步一同前去看看吧。哇塞！哇，这真的很大呢！哇靠！在诸天殿中央供奉的是弥勒菩萨，而菩萨的总高约为5.33公尺，总重约为12吨，在寺庙中也算是少见的巨型神尊。在弥勒菩萨左右两侧的神像是佛教护法神24诸天。原本印度的古代诸天护法只有16尊，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，因皇室祭祀的需求，又新增8位天神：紫微大帝、东岳大帝、日神、月神、婆伽罗龙王、那紧罗王、阎摩罗王以及雷神，成为现今的护法神24诸天。在这里罗列的护法神有道教、佛教，还有印度教的古神，每位神尊高度约为72，走在里面就好像在看立体的佛教百科全书，真的让人大开眼界。接着，我在佛塔上发现挂满5色的经幡，因为每面幡上都印有佛经，5种颜色也代表着5方佛祖。相传，随风而舞的经幡飘动一下，就是诵经一次，也在不停地向众神传达众人的祈愿。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大尊的观世音菩萨的圣像。在两旁的石头雕刻都是一尊不同造型的观世音菩萨。从中殿走过来，往这后面走的话，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主殿。右边石雕是观世音菩萨讲经说法的场景，象征右边是观音殿。左边石雕是地藏王菩萨讲经说法的场景，象征左边是地藏殿。真的非常壮观，真的。我跟兄弟们进去参访一下。哇，真的是金碧辉煌！哇，这个佛像根本就是个艺术品啊！观世音菩萨高约16尺，据说是千年老樟木所雕刻。对墙面上每一个都是可以给人捐献的光明灯。据说寺庙住持有很高的艺术涵养，所以对各个细节都非常的讲究。地藏王菩萨也是由千年的老樟木所雕刻，做工也非常的精细。三义果然是木雕佛像的圣地啊！
哇，压迫感好大。这里听到很多梵音。进入明王殿之后，可以看到5尊非常霸气的明王像，而明王殿的5大明王，每尊身高约为20尺，以人做比例就可以知道明王的神尊有多雄伟，不自觉的就会被他的气势所震慑住。在佛教经典里，五方佛祖为了度化一些特殊的众生，只能示现愤怒相的5大明王，用威猛的方式教化，而脚下的恶鬼正是降服后的妖魔。中央设置的是不动明王，他是大日如来的愤怒像。降山寺明王是毗卢遮那佛的愤怒像。金刚夜叉明王是不空成就佛的愤怒像。右边为君图利明王，为宝生佛的愤怒像；左边为大威德明王，是阿弥陀佛的愤怒像。在不动明王身后有少见的沙坛城，坛城来自梵文的曼陀罗，意思为截取精华。因为沙是构成世界最基本的元素，而且沙坛城难见易毁，最能体现出世界虚幻无常的本质。5种颜色的沙也代表着5方佛及5种智慧。相传能目睹沙坛城的人，能消除恶业，增长智慧。在这里，5方佛祖与极尽的样貌出现，与外面5位明王的愤怒相成鲜明的对比。只能说佛祖因材施教，差以不同的样貌来度化众生吧。走到两旁是48愿接引佛。当人的一生功德圆满的时候，便能亲眼看见。参观完明王殿之后，我们接着往下走，才发现4大天王的神尊好像在铁皮屋下面。我想未来可能会再迁移到更合适的地方吧。从这里走到尽头是一尊超大尊的地藏王菩萨，我们走过去看一下。本来我在网络上找相关的资料，就是被这尊地藏王菩萨的铜像所吸引。各位可以从人的比例去观察，现场亲眼所见，真的远比看图片震撼多了。我们沿着路边的石刻观音像走下去，就可以看到一尊非常大的铜柱龙观音。铜柱龙观音全高约为80尺，其铜像内部藏有275种的圣物，其中也包含一些大修行者的舍利子与抄写过的佛经。向上仰望，确实是有一种庄严的感觉。此时是夏季，也是知了要破土而出的时间。因为基本上他们大概要到4、5点。哦，之前刚才是有一个那个刚才爬上去的4、5点的时候才会出来。你上来用它来。厉害呀，树枝啊，有几架？哦，会有架嘞。哦，都在上面啊。对啊，甲壳类啊，因为这种树叫光蜡。不会照，不会照啊！哦，是叫光蜡树啊，也叫做扣头虫。它就是变成说这样子，它会自己弹起来，一架没变形，它会自己变种变形。你要翻面。回照。熊蝉，它是脱壳了吗？你改超度呀？它本来就死了。啊，没有了，它已经发霉了，还好。熊蝉。熊蝉的幼虫需要在地底生活大概5年才能破土而出，之后便会奋力地爬上树脱壳，来换取2周的阳光与飞行。
啊，你个差不多过好几分钟，伊就会也掉掉哎，然后它就这边跟翅膀会慢慢的，你的话也是慢慢吸干了，这两天就是感染了，因为它会跟蝴蝶一样嘛，就是会慢慢把它用血液把它扩张，让它变大。在前方有一座地藏王菩萨的露天坛城，在这里也帮大家科普一下露天坛城在佛教建筑的含义。坛城通常是由围墙和栅栏所包围，用来标示空间的神圣性，主要是让信徒们礼拜和参拜佛像。而坛城也通常有一条或多条的通道进入，也象征着众生接近佛法的道路。地板也太会画了吧！这样也可以画成这么漂亮的图。婆罗门哦，这套哦。这里的佛像多到可以排成一整列，我想应该是为了日后新增的大殿所准备的吧。接下来继续往后面的坛城方向走，在左手边就可以看到一排神将排列，又称12大药叉神将，负责守护修持药师佛法门的信徒。因在下发音不标准，怕得罪诸神，以下就用打字的方式，大家就顺便认识自己本命药叉神将的样子吧。接着前面就是药师坛城，供奉着药师琉璃光如来，两旁则是佛教的护法神哼哈二将。怒言必存的神将是哼将，而怒言开口的神将是哈将。中间供奉的是药师琉璃光如来，而两旁的立像是日光菩萨以及月光菩萨。这一个比较特别的是500罗汉的造币，哇，看这造币有多大！在500罗汉的造币后面有一个四面佛的祭坛，而四面佛的信仰来自于古代印度三主神之一，又被称为大梵天王。大梵天王又被认为法力无边的象征，尤其以泰国特别的崇拜。信仰的信徒需要用万寿菊花，依照顺时钟方向祈愿，而愿望达成之后，也需要买大象雕刻或请舞团跳舞来还愿。在坛城的左右两边呢，是18罗汉的肖像，看起来好像是汉白玉的造型。立于坛城中央的是高约50公尺的铜柱接引大佛，两侧也有石雕的韦陀菩萨跟迦兰菩萨在旁护卫。然后在佛祖的两侧是观世音菩萨的佛像，因为真的是有点多，所以我们就稍微带过一下。
远看的地方还有一尊非常大的佛祖，这两边还有一些石头雕塑的石像还没有定位。等到这里全部完工的时候，这里肯定是会变成一个著名的观光景点。这也是18罗汉。对，这个区块应该是他们还在堆料的料场，还在组装中。这有非常多石灯笼啊，还有一些柱子雕塑的配件。前面还有一尊非常大尊的佛祖，看那个树梢就可以看得到一个佛头在那边，非常的明显。用人的比喻就知道，看这尊佛有多大。这里面大殿还在构建当中。我们大概花了3个多小时逛完整个佛寺。那这里呢，我个人非常推荐给各位朋友来参访。目前寺庙呢还在增建当中，未来可能还会再新建几个新的主殿。我想这里一定可以发展成3义著名的观光景点。不晓得各位观众们怎么看呢？那也希望各位喜欢我们这集节目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也请分享给亲朋好友。那我们下集再见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大家拜拜。